拍打是传统养生方法，源于道家，作用非常广泛。拍头，眼不花，耳不聋；拍胸，气管畅通，心胸舒服；拍背，腰背挺直，骨质强壮；拍腰，腰间不酸，也不疼；拍四肢，全身轻，走路快如风。拍打身体确实好处很多，下面教大家拍打10拍。第一拍，拍百会1分钟，百会在头顶正中央，拍打的时候对准百会，力度要轻柔，早晚各1次。百会是大脑紧密相连，也是督脉的穴位，是调节大脑功能的主要位置。轻拍百会能促进头部血液循环，增加头部供氧量，能提神醒脑。第二拍，拍大椎穴1分钟。大椎穴是诸阳之会，所有的阳经都上位于大椎穴。拍大椎穴既能提升阳气，也可以泄热。坚持拍打大椎，能疏通颈部经络，让颈部这个关口的气血向下运行顺畅，给我们头部提供充足的能量。第三拍，拍腋窝1分钟。肺经、心包经、心经都经过腋窝这里，同时这里也是一个大的排污口，经常拍打它可以排除心火和肝的垃圾。女性爱发火、爱发脾气的，你们生过了气、发过了火，很多垃圾都在这里淤堵，一定要把这里拍通透了，好处很多。第四拍，拍膻中1分钟。膻中就是两乳连线正中间这个位置，这里是八脉交汇穴之气穴，我们人体喜悦的心情就是从膻中这里迸发出来的，它是一个调节情绪的部位，平时经常多拍拍它，赶走胸中的烦闷，把好心情留下来，人也会变得积极乐观。第五拍，拍肘窝1分钟。人体的2个肘窝是中医所说的4弯穴之二，有大肠经、小肠经、三焦经等经脉经过此处。经常拍打对肠道有益，对心肺也有益。心肺有邪，其气聚于2轴。拍拍肘窝可以保养我们身体的发动机，保持整个通道的运行顺畅。很多人会问，这个拍子哪里可以找得到？这个拍子是我们自己研发的，里面是优质的脱脂棉花加超记忆钢丝结构，而且都是手工卷成的，非常有弹性，全身都可以疏通，给自己或者父母送一对非常不错。想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头像，进入主页这里，点头像上面就有进入的窗口，一点进来就能看到了。第六拍，拍中脘1分钟。中脘在肚脐正上方5指宽处，就在这里。我们力度适中的拍打，拍打中脘能健脾和胃，消化不好、容易肚子胀的人可以多拍拍中脘，促进肠道蠕动，行气消胀。第7拍，拍腹股沟1分钟。腹股沟是脾经循行部位，通过拍打可以促进脾的运化吸收，去除体内的痰和湿，这里也是身体的一个垃圾沟，容易藏污纳垢，要经常给它打扫打扫，把里面的垃圾及时排出去。经常久坐的或者总是腿脚凉的人，要经常拍打腹股沟。第8拍，拍打风池穴1分钟。风池穴在大腿外侧的中线上，手臂自然垂直，中指指尖处就在这里。经常疏通风池穴，有助于脂肪消耗，使大腿变苗条。有些人一拍风池穴就会感觉痒痒的，这是正常的，其实这正是气顺畅的表现。第9拍，拍膝盖1分钟。关节健康很重要，养膝盖要从年轻开始，中老年之后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关节。拍膝盖的方法，环绕膝盖，前后左右拍打。第10拍，
拍脚底1分钟。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，我们脚底上有人体的各个反射区，拍打脚底相当于给各个脏腑做按摩，可以促进气血循环，对睡眠也有很好的改善作用。拍打的好处还有很多，谁拍谁知道，想拍的朋友赶紧拍起来。有一个动作它比揉腹更好，没错，它就是拍胸。坚持做这个动作能去掉体内浊气，让整个心胸得到保养。下面我教大家具体操作。我们先大概把胸部分为上、中、下3个区域。上是指2个锁骨下面云门中府区域，中部是指膻中平衡的这一个区域，下部就是以剑突平衡的这一个区域。拍打的时候可以站着或者坐着，我站着给大家示范。抬头挺胸，挺直身体。我们先拍上部云门中府区域，手持2个拍子，左右手交替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左右各拍49下。拍的时候要自然呼吸，同时嘴巴微微的张开，从嘴巴当中呼气，注意不要憋气，然后再拍中部膻中的位置，就这里，先拍膻中49下，轻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拍打49下，然后我们再拍2侧，以膻中为起点，一直拍到侧肋，左右各拍1分钟。一定要利用经络拍的弹性，把力度渗透进骨肉之间。好，拍完我们再拍下部，也就是剑突的位置。先轻拍剑突49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拍完49下，我们再以剑突为起点，一直拍到侧肋，左右各拍打1分钟。好，我侧面向大家示范，一定要拍到侧肋，力度适中。这就是一组动作，上面我向大家完整示范一次。好，挺直，先拍上部，左右交替，拍49下，然后拍打膻中穴区域，先轻拍膻中49下。然后再拍到侧肋，左右拍打1分钟，然后拍下部剑突，轻拍49下，然后拍打到侧肋。左右拍打1分钟。拍的时候最好能让自己感到微微的震动，但是不要用蛮力，力度以自己感觉舒服为宜。年轻体壮结实的可以稍稍用力，年老体弱的力度要轻柔，不要用力过度。可以在早上7、8点钟的时候拍一次，
晚上6、7点的时候再拍一次。早晨拍松可以提神醒脑，晚上拍松可以安神助眠。拍一次松就顶我们按揉20个穴位了。胸部这里分布经络很多，有任脉、胃经、脾经、肝经、肾经等，这些经络与心肺、脾胃、肝肾等等脏腑有密切的联系。通过拍打松，可以刺激这些经络上的穴位，疏通经络，调节气血，平衡身体，增强身体功能。除了拍前松，还要疏通一下后背，用这个经络拍来疏通。我们研发了这款经络拍，疏通后背非常方便，很有弹性，疏通起来又很舒服。想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头像，进入主页这里，点头像上面就有进入的窗口，一点进来就能看到了。拍后松的方法，我们可以用2个经络拍来拍。我们用2个经络拍对着后背，力度适中的拍打，每次拍打3分钟。拍松可以扩张胸腔，增加肺部的活动空间，使肺部的呼吸更加深长，增加氧气的摄入，改善肺部的通气功能。很多人坚持拍松后，感觉整个呼吸都变得舒畅了。想要肺好的人，平时少运动的人，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的人，有空的时候多拍拍。常言道，人老腿先老，很多人一到冬天或者快要变天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膝盖不舒服、腿疼、腿麻的情况。还有的朋友在下蹲、伸直膝盖时，或在走路运动时，也会感觉到膝盖疼痛。怎么办呢？今天为大家推荐台湾张昭汉老师的重磅级调理技术——原始痛点调理法，对缓解膝盖的疼痛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。一般膝盖疼的人都有2个原始疼痛点。所谓的原始疼痛点，就是膝盖最痛的地方，也就是最先出现疼痛的地方。我们用大拇指沿着膝盖2侧推揉，慢慢的去按揉探查最痛点。你会发现有一个点是特别疼痛的，你平时没有触碰它，可能感觉不到疼痛，但是你一旦按揉到它，你会发现疼痛特别明显。每个人情况不一样，痛点的位置也不一样，以自己探寻到感觉得最痛的点就可以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内侧一个，外侧一个，这2个就是膝盖的原始疼痛点。我们用大拇指按揉痛点，力度由轻到重，以自己能承受最大力度为好，不能太轻，否则效果不佳。拇指按久了可能会比较累，可以2手握拳，用指关节顶住痛点按揉。按揉3到5分钟，按完后你站起来感受一下，你的膝盖会变得轻松舒服很多。做完这一步还不够，我们还要引血下行，给膝盖增加润滑油。平时我们弯曲膝盖时出现咔咔作响，或者总觉得膝盖麻木僵硬，这些多半是膝关节气血不足的表现。想要把上半身的气血引到膝盖、小腿上来，首推大家做道家绝活金刚坐。金刚坐是一个古老的养生导引术，相信你做完后会爱上这个动作。首先，我们先准备一张稍远的垫子，或者在床上坐，双膝跪在垫子上，上半身保持挺直，2脚跟并拢，脚背贴住垫子，然后屁股缓慢坐在脚跟上。但不要直接将全身重量压下去，上身有种轻轻托住上体感觉，手自然的放在大腿上，内心保持宁静。每天练习10到20分钟即可。刚开始练习时，可能腿部会微微发麻，感觉麻时就把腿伸直，按摩一下，
再接着练习。金刚坐能引体内气血下行，运输到膝盖处，滋养灵活膝关节。膝盖气血足了，很多困扰你的膝关节问题自然慢慢消失。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经历，就是身体经常会这里痛那里痛，比如腰背、肩膀、腰腿等等，这些地方就是感觉到不舒服，但是又检查不出什么具体的问题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穴位，它也被称为身体的阳气窝，它调理身体这方面就有神奇之处。没错，它就是我们手上的后溪穴。下面我带大家找到它。我们微握拳，掌横纹的尽头处，这里凸起的地方就是后溪穴。这个穴位它在肉里面藏得深一些，我们可以用大拇指的指尖来按揉它，稍稍用力，先点按1分钟，就这样一下一下的点按，稍稍用力，感觉到宣胀微痛感为极。点按1分钟，然后再旋卷点揉1分钟，先顺时针，再逆时针。做完一边手，我们再做另外一边手。先点按1分钟，再顺时针点揉1分钟，再逆时针点揉1分钟。可能很多人没有用过后溪穴，其实它的作用非常多。它是八脉交汇穴，是一个四通八达的穴位，它和身体的很多部位的血脉相沟通。它通耳朵，耳朵上的问题，比如耳朵响、聋，都可以通过疏通后溪穴得到帮助。它通咽喉，喉咙有问题的时候，就是上火的那种红痛，疏通后溪穴会有很好的帮助。它通督脉，就是脊柱这里，所以颈椎上的问题，比如颈椎酸痛，疏通后溪很管用。它通小腿，有些人小腿这里紧疼爱抽筋，疏通后溪也会缓解。它通脖子，爱落枕的人平时也可以多疏通后溪穴，因为我们的小肠经正好顺着肩膀上行到脖子，所以落枕的时候疏通后溪穴，疏通小肠经，很快落枕就好了，能促进阳气的生发。而它又四通八达，能通达的地方很多，特别是能通达督脉。督脉主一身的阳气，人体的疼痛大多数是由于经络不通、阳气不达导致的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人体的阳气也在慢慢衰退，阴寒之气沉积在经络关节，所以呢，老年人很容易出现各种身体的疼痛。疏通后溪穴能够通畅督脉，激发阳气，缓解身体的各种酸痛感。平时有空的中老年人一定要多疏通后溪。除了用手来按揉，我们还可以敲击一下后溪穴。像我这样左右手的后溪穴相互敲击，力度适中，不需要太大力。敲击3到5分钟。或者平时坐着上班的上班族，坐的时间长了，感觉到肩膀酸痛的时候，马上把自己的双手后溪穴按压在桌子的边缘上，用腕关节带动你的双手来回的这样转动，先顺时针转动1分钟，再逆时针转动1分钟，然后又顺时针转动1分钟，再逆时针转动1分钟，就这样不断交替转个几分钟。这样做也能很顺利的刺激到后溪的位置。或者你不小心扭到腰，或者着凉了，导致腰部受凉、酸胀疼痛，疏通后溪穴也有很好的帮助。可以一边疏通，一边微微的转动一下自己的腰部，疏通几分钟，你就会发现腰部又能活动自如，疼痛也缓解了。年纪越大，越怕供血不足。如果你经常头晕迷糊、耳鸣乏力、记忆力时好时坏等等，那么今天我教大家一套动作，这套动作已经帮助了很多人，可以很好的疏通我们通往头脑的一个气血通道。每天坚持做一做，
你会发现你的头脑会越来越清醒，人也不再迷糊。好，我们开始做。在正式练习之前，我们先来激活头部的经络。找一把梳齿宽大、圆润的梳子，先梳头部中间，从额头发际线开始，往脑后梳。梳起来，头部会很放松，很舒服。这里有督脉和膀胱经两大经络，对畅通头部经络气血有很大的帮助。然后用2把梳子梳两侧，尽量的把头上每个部位都梳到。整个动作大概梳3分钟就可以了。梳完后就像洗了个头一样，整个人清爽通透，很舒服。接着开始下一步的操作，建议大家先准备2把我手上这种梳子，它是用1级紫檀木整木制作，梳齿圆润宽大，能轻松穿过头发，不会伤害到你的头皮毛囊。经络上的瘀滞点，头皮上有些不通的地方，都可以用它来梳一梳。想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头像，然后进入橱窗店铺就可以拥有。接下来第一个动作，开天门。开天门是很有讲究，我们先推额头中间这条线，用这个圆润的梳头从眉心往上推到发际线，以额头感觉到有一点微微的酸胀感为度，推50下。正所谓眉心一通，头脑轻松。把中线推开后，头脑很清爽。推完后，我们再从中间往两边推，推50下。在推的过程中，如果感受到皮下有一些轻微的颗粒感、小疙瘩，这是经络的淤堵点，你就用这个圆头把它碾碎、推平，慢慢的这些淤堵点就推散了。很快你就会发现脸上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，这是因为气血往上走，面部发热，而且你会感觉到头脑特别轻松，特别清醒。接下来推风池穴。风池穴在我们后脑，我们这样摸，你会摸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凹陷，风池穴就在这里，两侧各有一个。我们用圆润的梳头对着穴位旋转按揉。风池穴被称为身体的气血仓库，头颈部的气血都在这里交汇聚集。当你头晕迷糊时，可以揉揉它。揉完后，以风池穴为中心，从上往下梳颈后两侧，梳50下。你会发现越梳越舒服，越梳脸上、耳朵越热，有气血往上涌的感觉。有些人肩颈特别僵硬的，也可以多梳这里，放松肩颈部位。好，大家连续疏通几天，你就能感觉到头脑特别清醒，眼睛也特别明亮。做完以后，如果感觉有用的，请在评论区上打上“有用”2个字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只有失眠过的人才知道失眠的痛苦。我们的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人受失眠的困扰，失眠的原因有各种各样，其中有一种就是想太多、思虑过重、心火大导致的失眠。他们即使好不容易睡着了，还会做各种各样的梦，睡眠质量很差。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动作，帮助失眠的人入睡，提高睡眠质量。我们要用一个小工具，就是这个扁灸罐，里面已经点燃了艾柱了，温温的，很舒服。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我的头像，然后进入我的橱窗就能选择了。首先我们要疏通心经。心经在我们的手臂上最内侧，左右各一条，它上面有9个穴位。在心经上最容易淤堵的就是神门、阴系、通里和灵道穴。我们现在来疏通这一段，从小指开始往上刮，不用刻意用太大的力气，用边缘轻轻刮就行。用罐子的好处就是既能刮，又有灸的作用。
好，就这样疏通起来非常舒服。坚持做3到5分钟，然后换手，方法也是一样的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第二步，刮手心。我们刮手掌这个区域，拿着罐子往前刮。手掌里有个穴位叫做劳宫穴，劳宫穴的作用是清心火、安心神，疏通它能帮助改善睡眠。左右手各刮3到5分钟，做完之后双手都是热乎乎的，很是舒服。好，疏通完劳宫穴，我们再来疏通印堂。印堂是一个人精气神聚集的地方，当用脑过度、精神疲惫的时候，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按揉印堂这里，这样会感觉舒服很多。大家别小看这个动作，里面包含了很深的养生智慧。本来工作就很劳累，动脑多、思虑多的朋友，或者经常玩手机的朋友，一定要揪一揪印堂。手持罐子，先对准印堂穴的位置，温和揪10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感觉温暖舒适，非常舒服。然后我们再旋卷、旋揪、旋卷打圈，尽量覆盖到左右双眼。好，就这样揪3分钟，感觉非常温暖，很舒服，很放松。好，以上3个动作最好是在睡前2-3个小时做。比如你是10点睡觉，那么你可以在6、7点的时候花10几分钟来做一做。等到晚上睡前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刚刚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动作来加强。怎么加强呢？非常简单，我们先搓热双掌，然后用手掌的温度捂住眼睛和印堂的整个区域，这样反复做几次。很快睡意就会上来，你躺在床上，也许就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《黄帝内经》曰：“阳气者，若天与日，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。”这句话时刻告诉我们，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那么重要。但是现代人很多不良的生活方式，像喝冷饮、吹空调、加班熬夜等等，这些会不停地消耗人体的阳气，导致人的抵抗力越来越差，大大小小的问题自动找上门来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身的阳气足不足？看以下几点就知道了。1、四肢发凉，那么一年四季，特别是冬天的时候，手脚都是发凉的。2、心情总是不好，一个人充满阳气，心里也会充满阳光。相反，一个人阳气不足，心里也会抑郁、苦闷、不开心。3、多汗，阳气有固摄津液的作用，如果明显比别人多汗，这种情况可能是阳气固摄作用被削弱了。4、肥胖，阳气不足可能导致代谢异常，导致肥胖，尤其是腹部肥胖，动不动就气喘吁吁的人，他们身体的阳气肯定小了许多。如果你有这样2个以下，说明你身体里阳气不足，需要好好增补阳气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人体自带的6大阳气窝，只要我们每天坚持通一通这6个阳气窝，这些窝里的阳气给释放出来，补充进人体里，让你阳气满满的。第一个窝，大椎，全身的阳精都汇聚在大椎穴这个位置上，所以大椎穴又称为诸阳之会。拍打大椎穴可振奋一身阳气，达到通一穴暖全身的目的。拍打大椎穴，我们可以借助一个拍子，这个拍子是我们自己研究设计的，弹性好，力量足，拍打起来很舒服。利用经络拍的弹性，把力度渗透进骨肉之间，这样可以更好的刺激到大椎穴。每次拍打100下。第二个窝，劳宫穴。劳宫穴在手掌的正中间，当我们微握拳，中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劳宫穴。我们用拇指稍稍用力插住劳宫穴，然后顺时针旋转点揉，每次按揉3分钟，再换另外一只手，每天做1次。平时有空的时候，也可以伸出双手，
晒一晒劳宫穴，补阳作用不错。第3个窝后溪穴，后溪穴连通督脉和小肠经的阳气，督脉主一身之阳气，所以经常刺激后溪穴，可以源源不断的给人体补充阳气。找后溪穴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握拳，这里凸出来的地方就是刺激后溪穴，很简单，我们半握拳，把后溪穴放在桌子边缘上，通过腕关节来回滚动，即可达到刺激后溪穴的效果。经常坐办公室或者长期伏案工作的人，更需要经常刺激后溪穴，让你腰不酸、背不痛。第4个窝气海穴，气海穴只看名字就知道了，它是气的海洋。气海穴又称丹田，是一称元气所在的地方。经常刺激气海穴，可以起到培补元气、益肾固精的作用。刺激气海穴的方法最好是艾灸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扁灸罐来灸，里面已经点燃了艾柱，温温的，直接倒扣在气海穴上面，熏灸15到30分钟。用罐子灸气海穴又方便又舒服。第5个窝足三里，足三里穴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，古人称之为长寿穴。足三里穴位于小腿前外侧，犊鼻穴下3寸，4行指，距胫骨前缘1行指，就是一个中指。这里就是足三里穴，左右脚各一穴。30岁以后，身体的阳气逐渐衰弱，灸灸足三里，让你眼不花，阳气足。我们也是用扁灸罐来灸，对着足三里所在的位置，就这样灸。左右脚的足三里，每次灸15到30分钟。第6个窝涌泉穴，涌泉穴很好找，我们把脚趾捉起来，在脚底的1/3处，这里有个窝。窝的终点就是涌泉，我们也是用扁灸罐来疏通，对着涌泉穴的区域，这样一边灸一边刮，温温的，非常舒服。也是刮灸15到30分钟。涌泉穴为全身出穴的最下部，是肾经的首穴，经常疏通涌泉穴，能刺激气血自然流通，气血通畅了，阳气自然就来了。做完一边，再做另外一边。胆经一堵，身体的问题就会多起来。有些朋友头左侧或者右侧或者两侧经常疼的，大多数都是胆经堵塞了。像耳朵听不清，像肩膀酸累、胸胁胀痛，甚至这里还长了个结的，睡不好、焦虑等等，都可能和胆经不通有关系。还有我们曾经熬过的夜、吹过的觉、生过的气，很多都藏在胆经这条路线上。所以建议大家有时间多敲敲胆经，就是在给自己的身体打扫卫生、清理垃圾。下面教大家最全面的疏通胆经的方法，大家收藏点赞。在正式敲之前，我们要先做一下热身。找到胆经的起始点，童子尿，它在我们的眼角外支0.5寸的位置，大概就是半个拇指的宽度。找到之后，我们用食指、用指腹，稍稍用点力的按住，要放松。就这样点按1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就这样刺激它，就相当于给胆经一个预示、一个信号，先把它唤醒。接着开始正式疏通胆经，先从头2侧开始。我们不用刻意去找点位，用双手做成一个拇指梳的姿势，然后开始从前一直梳到我们的颈后侧，来回做9次。有些朋友这个区域淤堵是比较严重的，那么你可以试试用敲击的方法，用自己的双手敲击，这样力度更大，能渗透到头皮的深层。从前往后敲，反复的敲9下。好，就这样，头部的胆经就算完成了。接着顺着胆经的路线往下走，到达肩膀的位置，这里有个肩颈的点位，是很容易受风寒侵袭，所以这里要重点疏通。很多朋友有我们这个经络拍的，我们用经络拍来疏通。这个拍子和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拍子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这个是手工卷制，
拍打到身上非常舒服，没有硬物撞击的感觉。没有这个拍子，想要这个拍子的朋友，请点击视频下方落穴养生，在我的主页点击这里，进去就能找到。肩颈在我们的肩膀、大椎和肩峰连接中间的位置，我们凭感觉找到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稍稍用点力的拍打，我们利用经络拍的弹性，把力度渗透进去，拍打30下，然后我们再下来到腋下。腋下3寸是胆经的一个点位，叫渊腋。渊腋这里要重点拍打一下。拍完，我们继续往下走，到达前面，也就是我们两乳下面3根肋骨的位置，这里是胆经的日月。拍打30下，然后我们又返回外侧，到达12游离肋，肛门再往后，就是胆经的经门。经门是要重点敲打，敲打完，我们再往下走，到达带脉，就是我们平肚脐在腰两侧的带脉。拍打30下，带脉也是属于胆经的。然后我们从带脉再往前走，走到髂前上肌，就在这里，髂前上肌的前边有胆经的围道。我们连续拍打30下之后，咱们又往后走，到达我们臀部，也就是胆经的环跳。环跳呢，就是在我们正常站立，屁股呢会有一个凹陷的区域，就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拍打了30下，然后我们又往下走，就走到了风式。风式就是我们自然站立，双手自然下垂，中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风式。风式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位，我们必须要重点的敲打，而且要稍稍用点力，这里的肉比较厚。拍打完，我们再往下走，就到我们的腓骨小头的前下方，阳陵泉。在这里，沿着腓骨往上摸，你会摸到一个凸起的小骨头，这个小骨头就叫腓骨小头，在它的前下方就是阳陵泉。它是经会穴，有经会阳陵泉的说法，所以它管全身的经。我们拍打到这里，你会感觉到有明显的酸胀感。拍打这些位置都是要稍稍用力，因为穴位藏得比较深。然后我们再一直往下走，就一直拍到脚的外侧。好，以上就是完整版的敲打胆经的方法，从头疏通到脚。然后我们再用同样的方法疏通我们右侧的胆经循行路线。我侧重说到的这些部位是要重点疏通的，把这些重点的部位疏通了，这样才能更到位。如果只是草草的把身体的外侧随便敲一遍，这样疏通的作用会很差。如果你在过去对身体欠下了一些账，比如经常有怒火，经常深夜熬夜，经常爆发情绪等等，这些都是对身体不好的，那就不妨尝试这种独特的疏通方式，拍打胆经，来清理身体的垃圾，让身体通透起来，弥补你对身体欠下的账。